大家好，我是安妮。今天我们来学习自养天然酵母，只需要2种原料：全麦面粉和水。第一天，准备一个干净的容器，加入30克的全麦面粉，30克的纯净水或者凉白开。搅匀以后，密封静置24个小时。这一天的室温是20度。第二天，在同样的时间打开盖子，你会闻到一股很浓郁的乳酸味，没有出现任何的气泡。这个时候，再一次搅一搅，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材料，然后转移到另外一个干净的透明容器中，盖好，静置24个小时。第3天还是在同样的时间，这个时候酵母菌基本上已经被激活了，但是它不能拿来做东西，乳酸味非常重。开始进行第1次的喂养，加入纯净水15克，搅匀，然后再加入15克的全麦面粉。全部搅匀以后，转移到另外一个干净的容器中。用一根橡皮筋标记起始高度，密封静置1晚。瓶子中剩余的酵母就直接倒掉。第4天的早上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已经长到了2倍大，并且出现了很多密集的气孔。取出15克的酵母，加入15克的水，搅匀以后加入15克的全麦面粉。再一次搅匀，倒入另外一个干净的容器，还是和前一天一样，标记起始高度，静置12个小时。第4天的晚上还是重复和早上一样的比例：15克的酵母，15克的水，15克的面粉。搅匀，转移到干净透明的容器中，静置12个小时。从第5天开始，一直到第9天，每一天都重复和第4天同样的步骤以及喂养比例。全麦是一种风味独特的谷物，它除了有酵母，还有许多乳酸菌也附着在麸皮上。在20到25度的温度区间，乳酸菌开始发酵活跃起来。这些活性化的乳酸菌会将全麦中含有的糖质分解，生成乳酸、醋酸、酒精和二氧化碳气体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开始的2天没有明显的体积变化，而伴有很浓郁的乳酸味。乳酸菌先是营造了一个酸性的环境，酵母菌喜欢酸性，因此被慢慢激活了，会产生酒精和二氧化碳。在体积变大的同时，酒精的味道也会越来越明显。随后通过反复添加新的面粉和水，以及调整添加比例，促使菌种的发酵熟成。
第10天早上，取10克的酵母、20克的水和20克的全麦面粉，步骤还是和之前的一样。搅匀以后，转移到干净的透明容器中，盖好，静置12个小时。晚上取10克的酵母、30克的水以及30克的全麦面粉。从第10天开始，在每一次喂养的时候都需要增加新的面粉和水的比例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可以增强酵母的发酵能力。第11天的早上，按照10克酵母、40克水、40克全麦面粉的比例。晚上10克酵母、50克水、50克全麦面粉的比例，继续搅匀静置。第12天的早上和晚上都是按照10:50:50的比例。第13天早晚同样的按照10:50:50的比例。这个阶段是在保持菌种的活性。到了第14天早上，进行最后一次喂养，还是按照10克的酵母、50克的水以及50克的全麦面粉的比例，搅匀静置。这个时候只需要静置6到12个小时。6到12个小时以后，体积大概长到2到3倍大，这个时候可以转移至冰箱，然后每隔3到5天，按照水和面粉1:1的比例添加喂养，不需要倒掉任何的酵母。取用的时候也要注意，用了多少就往里面添加多少，这样才能喂出源源不断的酵母。也可以直接拿来使用。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喂养了半年多的2瓶天然酵母，一个是用全麦面粉喂养的，当然你也可以使用高筋面粉喂养，从起种到收种全部使用高筋面粉，这样喂出来的酵母比较适合做日式的面包，而全麦粉喂出来酵母更适合做欧式的面包，拿来做馒头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制作天然酵母只需要2种材料，而用这2种原料每天都在发生无数个反应。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体积变大了，并产生了一些特殊气味。酵母必须在乳酸菌和醋酸菌双方的作用下才能制作成功。14天的漫长等待一定有它的道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会在第一时间接到我更新的通知。下期见，拜拜。